福宝尝试学着爷爷一样走路，但对四脚兽来说，直立行走属实有点难度。福宝刚走了2步就坚持不住了，而此时距离下班还有10分钟，但福宝已经等不及了。闲逛一圈后的福宝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园区的秋千上。只见福宝咬住绳子，2腿一蹬就爬到了半空。福宝这轻盈的身子，有时会让人怀疑福宝身体里是不是藏着一个小孩呀？怎么福宝的一举一动和人类这么像？说着，福宝一个翻滚就站了起来，这让监控室里的爷爷也忍不住挠了挠头。这时福宝再次来到秋千旁玩耍，内心急切想下班的福宝根本无法坐着享受秋千的平静，依旧是站在秋千上面玩耍。结果秋千的摇晃使福宝没抓稳，一下被甩了下来。福宝此时一个借力想再次翻到秋千上面，结果由于秋千的晃动，福宝最终还是摔了个跟头。福宝此时既尴尬又有点累，来到小木桩上稍作休息。缓了一会儿后，福宝又来了精气神，再次返回秋千，这次势必和秋千一决高下，在秋千上一顿缠绕。最后福宝便一上来，直接在秋千上拉起了答辩。江爷爷和宋爷爷今天为福宝准备了一张专属小木床，因为福宝已经长大了，和爱宝睡一张床已经挤不下了。在江爷爷和宋爷爷的一阵忙活下，很快便将床给安置完了。这时爱宝走了进来，先替福宝享受了一下新床，看爱宝坐在床上吃东西的样子，想必新床一定很舒服。而此时福宝正坐在旁边的房间吃窝头，还不知道自己有了专属的床位。当走过来找妈妈时，福宝一脸懵，房间里怎么多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妈妈为什么在上面？福宝凑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结果被爱宝竹子掉落的声音给吓了一跳。虽然福宝胆子小，但从被吓的反应来看，确实灵活。之后江爷爷鼓励福宝再次上前，但福宝还是有些害怕，不敢爬上去。之后爱宝坐在床上面吃东西，而福宝胆小的藏在了床下面。江爷爷在旁边一直鼓励安慰福宝。福宝终于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爬了上去。爬上去后，福宝从刚才胆怯的福宝一下就转变成了调皮的福宝，立刻折腾起来。爱宝看福宝自己霸占了整个床，立马将福宝赶了下去，将福宝赶到了隔壁。当江爷爷第2天早上再来看时，发现床上睡的并不是福宝，而是爱宝，而福宝则在爱宝之前的房间地上呼呼大睡。看来在福宝独立之前，这张床的优先使用权要归爱宝所有了。早上园区的门打开，出来的却不是福宝，而是江爷爷。早上江爷爷将福宝的竹子和胡萝卜放置好后，便回监控室了。可等了半天，福宝迟迟没有出来。江爷爷见状前来一看究竟，原来是福宝今天又不想营业了，趴在通道里就是不往外走。江爷爷只好爬进通道哄福宝，想不到福宝200斤还要爷爷哄。爷爷问福宝羞不羞，来到室内的福宝埋头就往室外跑，但发现室外园区的门没开。这时福宝盯上了园区的观景竹，把不想营业的怒火全都发泄在了竹子上，求此刻竹子心里的阴影面积。好在福宝很快便将心里的怒火发泄完，不然这颗竹子又要被福宝连根拔起。这时爷爷将室外的通道门打开，福宝这才安稳下来。由于室外刚下了雨，园区里比较潮湿，福宝坐在小木床上，一边吃窝头，一边思考着自己一会儿玩点什么。看着潮湿的地面，福宝连床都不想下来了，索性爬到了树上。虽然树上现在也很滑，但这似乎对福宝来说有点微不足道，反而玩得更开心了。只剩游客们在阵阵惊呼，让福宝注意安全。福宝表示都是基本操作，不用惊慌。直到看到下班的大门打开，福宝才从树上下来。宋爷爷又来接他那199斤的宝贝孙女下班了。宋爷爷走到福宝身前，侧着脑袋欣赏着自己宝贝孙女睡觉时的样子。宋爷爷爬上福宝的小木床，来到福宝身边。福宝听到动静后醒了过来，一脸懵的看向爷爷，明显还有点没睡醒。宋爷爷看福宝趴得有点久了，打算给福宝换个姿势。宋爷爷将福宝抱下滑梯，将福宝放在了小木床上。宋爷爷一边开导福宝该回家了，一边给福宝清理身上沾的竹屑，让福宝赶紧醒醒，一会儿天都要黑了。福宝撒娇让宋爷爷抱回去。宋爷爷最宠他这199斤的宝贝孙女了。就在宋爷爷抱着福宝快到门口时，宋爷爷实在没劲儿了，将福宝放了下来，打算最后这点路让福宝走回去。但福宝就是不肯，对爷爷说如果爷爷不抱，自己就不回去了。福宝扭头就想跑，还好宋爷爷反应快，抓住了福宝。但福宝就像一个跟爸爸妈妈撒娇不想回家的小孩一样。宋爷爷抬起福宝的2只小手，将福宝拉了起来。就当快要走进家门口时，福宝又瘫软下来，还是吵着要让宋爷爷抱，但已经到门口了，没法抱了。宋爷爷索性给福宝来了个翻滚，将福宝翻滚进了门。今天福宝的2个爷爷去接受采访了，隔壁饲养小熊猫的圣熙阿姨来帮2个爷爷照顾1天福宝。圣熙阿姨轻轻的给福宝转身，而福宝
则以为圣熙阿姨是要给自己按摩，小手调皮的和圣熙阿姨玩闹。圣熙阿姨放下竹子后，给福宝便出来了一块胡萝卜。圣熙阿姨作为2个爷爷御用的摄影师，可以说是福宝除了2个爷爷以外最熟悉的饲养员就是圣熙阿姨了。所以圣熙阿姨的到来，福宝一点也不抗拒，反而在圣熙阿姨为自己打扫竹子时，福宝不断的用小手叫圣熙阿姨停下手里的活，陪自己玩。而圣熙阿姨即是饲养员，也是福宝的一名粉丝，早已被福宝这可爱的模样深深吸引。每次投喂完福宝，都会给福宝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圣熙阿姨有时也会给福宝投喂美味的小零食，看福宝接过圣熙阿姨的胡萝卜和窝头后，吃的比爷爷投喂的都香。而圣熙阿姨在2个爷爷不在时，不只是给福宝送竹子，园区里福宝生产的青团和卫生，圣熙阿姨都会一起进行清理。而且福宝在圣熙阿姨身边更听话一些，或许是因为圣熙阿姨的身材让福宝有安全感。江爷爷表示，现在福宝的排便量是爱宝的2倍，所以不管福宝睡在哪里，早上都是守着他的榴莲醒来。而且每次福宝都是有路不走，偏走有小花小草的地方，在草地里打完滚，再爬到冰床上，搞得冰床黢黑。福宝还总是爱站在饮水盆里，就导致饮水盆里经常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江爷爷一一列举着福宝平时的罪行，但江爷爷溺爱大于无奈，就算福宝如此调皮，江爷爷依旧对福宝宠溺万分，甚至每天都要细心记录福宝小便的次数。江爷爷从树下面看福宝睡觉的样子，真的很搞笑。福宝伸着舌头，口水不断从嘴里流出，从树上下来时不经意间又睡着了，直到下班时爷爷来叫他才醒了过来。再来看看福宝的下班出入口通道是什么样的，为什么福宝总喜欢待在里面不出来？可以看到福宝的出入口很高很宽，在里面行走完全不会挤，而中间用了铁网隔开，饲养员们可以在另一侧查看福宝的情况。而且位于通风口，门口是最凉快的，炎热的夏天待在通风口可以瞬间清爽很多。江爷爷为了福宝能够充分体会到爬树的快乐，今天请来了园区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员，打算为福宝在2个树之间搭建上一个巨大的木头，形成2棵树之间的一个独木桥。搭建完独木桥后，江爷爷又拿来麻绳对其进行固定。固定完后，江爷爷站上去试了一下，确认安全后，将福宝和爱宝放了进来。福宝一来就对这个新事物产生了好奇，尝试爬到树上。由于这根树太光滑，没有落脚点，福宝有点不知所措。这时爱宝看到福宝想要爬树，立刻起身来到福宝身后，伸手护住福宝，防止福宝踩空掉下来。福宝在爱宝的帮助下成功爬了上来，但由于是第一次上来，福宝明显有些害怕，不太敢往前行走，而且每次越走到中间，福宝害怕的越厉害。江爷爷也看出福宝对独木桥的不安，所以江爷爷决定对独木桥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江爷爷找来一根4米多长的木头，先在木头上打上孔后，将木头固定在了独木桥的中间位置。增加上这个宽度后，福宝走起来明显大胆了很多。福宝率先标记气味，以此表明这个地方是福宝的。之后福宝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之前不敢常待的独木桥现在成了福宝睡觉的好地方。而江爷爷则在旁边一直夸福宝聪明，这么快就适应了独木桥。福宝贪玩，偷偷爬到了树上。江爷爷看到后紧张的不行，生怕福宝从树上掉下来，立刻叫爱宝去将福宝叫下来。爱宝听到爷爷的嘱托后，也发现了贪玩的福宝，立马爬到树上叫福宝下来。可此时的福宝反骨很重，就是不听妈妈的话，待在树上一动不动。结果看到妈妈要回家后，又急忙从树上往下赶。结果就在这匆匆忙忙的过程中，福宝误爬到了一根细小的树枝上，树枝过细，没有承受住福宝的重量，一下被福宝压断了。福宝在惯性下不断往下滑，最终福宝因为手滑，从树上重重摔了下去。江爷爷看到后心疼不已，急忙开门让爱宝将福宝带出来。而就在关上门的那一刻，福宝又用后蹄挡住了自动门，一个转身又将手伸了出来，试图将门抬开。眼看未果，福宝硬从门里挤了出来。而此时爱宝已经被福宝折腾累了，索性咬住福宝，将他提溜了回去。来到室内园区后，江爷爷急忙前来查看福宝的情况，检查福宝有没有摔伤。经过江爷爷的一番检查，最终还是放心不下，便将福宝抱了回去，为其做进一步的详细检查。这天江爷爷下班打扫园区时，在园区角落里发现了很多竹笋。江爷爷拿来工具，将几颗竹笋裁了下来，拿到厨房进行了清洗处理。之后便来到了福宝房间，打算让福宝尝尝鲜，但福宝接过去后只是尝了一口，便对竹笋失去了兴趣。江爷爷为了不浪费，带着其他竹笋以及福宝吃剩下的那根，来到了爱宝房间，喂给了爱宝。爱宝吃得很开心，看来爱宝很喜欢吃竹笋。
当然江爷爷也不会忘记他的便宜女婿。而乐宝接过竹笋后，和爱宝一样开心的吃了起来，没有产生像福宝那样的抗拒心理。第二天，江爷爷认为福宝不吃竹笋是因为竹笋的原因，便又拿来从我国进口过去的竹笋，打算拿去给福宝尝尝。而江爷爷细节的，就连切竹笋都是将福宝那一份放在乐宝与爱宝中间。江爷爷先来到了乐宝的房间，乐宝依然很开心的接了过去。看乐宝吃竹笋的样子，就像是在看吃播。喂完乐宝后，江爷爷又来到爱宝房间，将竹笋递给爱宝。爱宝依旧是很开心的接了过去。但到了福宝这，画风突然一转，福宝根本不想吃，第一块直接被妈妈抢了过去。第二块在江爷爷一阵劝导下，福宝终于是浅尝了一口。但看福宝这微妙的表情，第一口还好，但之后嚼起来就有点不对劲了，迟迟不想吃第二口。而此时爱宝看准机会又抢了过去。第三天，江爷爷还在想是因为爱宝抢走的原因，福宝才没有吃上，所以江爷爷趁福宝自己在外面营业时，又偷偷给了福宝一块竹笋。但福宝好像只是享受给竹笋剥皮的过程，剥完皮后便将竹笋放到了一边，拿起身旁的竹子吃了起来。看来福宝是真的不太喜欢吃竹笋。福宝误伤到江爷爷了。早上福宝正在树上乘凉，看到爷爷来了后，从树上爬了下来。江爷爷夸福宝今天很乖，奖励了福宝一块胡萝卜。江爷爷本想给福宝调整一下位置，结果福宝对着江爷爷就是一顿肉抓，但爷爷没有责怪福宝，反而认为是自己给福宝弄疼了，给福宝造成的应激反应。江爷爷又来到另一侧给福宝调整位置，福宝却还想偷袭江爷爷。江爷爷坐到福宝身边，给福宝讲道，吃饭的时候要面朝游客，这样大家再来看你的时候才能看到你。福宝又调皮的吓了江爷爷一跳，对爷爷说自己知道了。江爷爷揉了揉福宝的小脑袋，让福宝听话。看江爷爷对福宝的样子，真的是太宠溺福宝了，好像福宝做什么都是对的。一会儿，江爷爷拿出手机为福宝拍摄吃饭的样子。对于江爷爷来说，他这宝贝孙女百看不厌，越看越可爱。福宝一只手吃着竹子，另一只手还想去抢爷爷的手机，不过江爷爷的拍摄角度多少也有些清奇，总是给福宝拍对脸大头照。福宝吃完竹子后，标志着这简单且又充实的一天也要结束了。江爷爷今天记录了福宝一家下班后在家的状态。此时的福宝已经独立，不再和妈妈爱宝住在一起。今天福宝的身上很干净，越长大越有爱宝的味道了。江爷爷宠溺的给福宝按摩着，又引导福宝左右走动了一下，检查了一下福宝的身体情况。江爷爷揉捏着福宝的肚子说，除了日渐长胖外，没什么其他问题。而这时的爱宝还在睡觉，江爷爷在旁边呼叫爱宝，但爱宝没什么反应，看来现在很困。再来到乐宝这儿，以往从不在自己床上答辩的乐宝，今天床上却出现了答辩，看来洁癖熊的形象乐宝快要保不住了。从身后看乐宝是不是和福宝很像。再回来时，福宝又躺在床上吃了起来，姿势很是自在。而今天的爱宝只要回到家就一直在睡觉，不断解锁着新的睡觉姿势，趴着、躺着、侧卧以及头朝地。而这时福宝也下班了，正两腿搭在栅栏上睡觉，看到爷爷来了，乖巧的伸展了一下身体，转过身来。这时江爷爷又看到爱宝换姿势了，急忙跑过去记录。今天的爱宝异常的困，或许是春困秋乏的原因，从早上一直困到了下午。等下午快下班时，江爷爷才看到爱宝在房间醒来的样子。爱宝乖巧的坐在门口，享受着爷爷的按摩。等给爱宝按摩完，来给福宝说晚安时，福宝已经睡着了。而江爷爷一天的工作也就这样结束了。直到看到江爷爷在福宝营业的最后一天，再次为福宝送来了鲜花，我才知道江爷爷对福宝的爱真的是始终如一的。从福宝出生的第400天开始，江爷爷就开始为福宝送鲜花花束了。当时江爷爷送福宝的是向日葵，向日葵代表着阳光明亮，示意福宝像太阳一样温暖着身边的人们。之后便到了福宝的1岁生日，江爷爷将鲜花变成了大大的竹子鲜花蛋糕，这也是福宝在韩国过的第1个生日。当时爷爷让福宝抓周，而福宝却一心只想要爷爷，其他的自己什么也不要。当福宝第3次收到鲜花花束时，便到了福宝的2岁生日。这一年里，江爷爷农场里面的胡萝卜熟了，江爷爷将其挖了出来，然后将其清洗干净，插在了福宝的生日蛋糕上。而就是这一开始，之后宝家每个成员生日时都会获得与自己年龄相匹配数量的胡萝卜。2岁时的福宝是最调皮的，就连爷爷想和福宝拍个合照，都需要给其哄好久才行。等第4次福宝收到鲜花花束时，是福宝出生的第1000天。这天的鲜花是福宝自出生以来见过最漂亮且最大的鲜花。对福宝和爷爷们来说，鲜花花束体现在福宝出生后的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而且鲜花花束一年比一年好看，一年比一年的大。
而今年的4岁生日，爷爷们没办法再继续陪着福宝了。从始至终，爷爷陪伴福宝的时间在变，福宝的年纪也在变，唯有爷爷对福宝的爱从来没有变过。之后，福宝第5次收到鲜花花束时，是福宝3岁生日。这一次的鲜花比福宝1000天时更大了，而且这次的生日成为了福宝在韩国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在今天，福宝在韩国营业的最后一天，爷爷们又为福宝送来了鲜花。这束鲜花是由江爷爷亲手种植的油菜花制作而成。油菜花对于福宝的意义，想必姨姨们也都知道。油菜花陪伴了福宝在韩国的这3年，从刚开始福宝第一次踏入园区到现在，福宝的身边都有油菜花的陪伴。而宋爷爷今天也为福宝制作了新的玩具，粉丝们一直叫福宝福猪猪，而这次宋爷爷制作的就是竹子版的福猪猪。因为福猪猪这个名字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的，宋爷爷希望福宝以后都能保持福猪猪这个状态，吃得胖胖的，千万不要瘦了，不然宋爷爷又要为此而发愁，睡不着觉了。爷爷们想在今天为福宝在韩国的营业画上一个完美句号。而在今天下午4点，爷爷们还为福宝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仪式。可能许多姨姨都还停留在福宝暂停营业的伤痛中，再加上今天韩国的天气比较差，今天来看瑞宝和辉宝的姨姨们明显少了许多。早上姨姨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到达园区，今天姨姨成了第一个排队的人。而到了10点园区开门时，乐园也没有了昨天拥挤的现象。或许是因为姨姨们昨天排队了一天太累了，今天都休息了。姨姨虽然是第一个到达园区的，但姨姨依旧是快步冲向熊猫世界。姨姨到达园区时，此时爱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瑞宝和辉宝姐妹俩正凑在一块玩耍。几天不见，姐妹俩又黄了许多，而且瑞宝也变活跃了，不像之前出门后就到小滑梯上躺着。辉宝悄悄跟在瑞宝后面爬上小亭子上的栅栏，然后一屁股给瑞宝压在了身下。因为今天来排队的姨姨比较少，连带着姨姨的观看时间都变长了几分钟。而瑞宝和辉宝时隔几日没来园区，有点缺乏安全感了，一直在妈妈的小亭子周围玩耍。看来姐妹俩需要对园区重新进行熟悉，想必等过几天，姐妹俩就会恢复以往调皮的模样。而作为宝家的骨干员工的乐宝，今天依旧和往常一样，开心的在室外园区玩耍着，什么情况都影响不了乐宝的心情，除非爷爷做的窝头变了味儿。乐宝玩耍了一会儿竹筒玩具后，开始在园区散步，跟每一个来看自己的姨姨们打着招呼。等姨姨第2次排队时，排队时长也从之前的几百分钟变成了10几20分钟。福宝的暂停营业是难过的，但希望韩国的姨姨们对瑞宝和辉宝依旧保持对福宝一般的热爱，福宝一家都值得被同等的去爱。而今天爱宝乐园大熊猫的营业时间，福宝的那一栏都变成了空白，示意着福宝不会再出来了。而福宝今天的体重也没有再更新，爷爷们只更新了福宝出生的天数。一会儿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爱宝吃饱了，辉宝爬到了树顶，爱宝走到树下叫辉宝注意安全。爱宝为了姐妹俩也是操碎了心。辉宝听到妈妈的劝告后并没有下去，而是越加调皮。爱宝看到后见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了。爱宝叼住辉宝的小脑袋瓜，给辉宝拽了下来，扑通一声，辉宝摔在了地上。这一下爱宝便放心了。而瑞宝此时乖巧的躺在小亭子上玩耍着。爱宝收拾完辉宝，来到小亭子上陪瑞宝。瑞宝婉拒妈妈的爱，立马转头爬上独木桥离开，是因为瑞宝觉得妈妈的爱太疼了。前有瑞宝辉宝在妈妈后面自己下班，现又有爱宝下班时强制带上姐妹俩。昨天辉宝自己玩耍时，听到通道门口传来声音，看到宋爷爷出来了，连想都没想，立马爬起来去追爷爷。虽然辉宝小腿倒腾得很快，但是奈何宋爷爷腿长，宋爷爷转身走进门，立马将门关上，辉宝被卡住了小腿。生气的辉宝看到这时通道门还开着，一气之下跑进通道门追爷爷。而此时的瑞宝转头发现园区只剩自己了，想了想自己也跟了上去。这次搜寻是有史以来宋爷爷最省心的一次。另外最近姨姨们可以看到，爱宝在园区睡觉时不在床上睡，而是喜欢睡在饮水盆旁。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空调口，从一旁晃动的竹叶就可以看出来，爱宝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凉爽，所以喜欢趴在这里休息。因为瑞宝和辉宝的原因，爱宝的室内园区现在还没有给冰床搬回来，是怕姐妹俩偷偷睡冰床着凉闹肚子。而乐宝这里已经早早的就想睡。而今天爱宝下班时，爱宝宛如觉醒了灵智，主动走到通道门口前，像是在跟奶爸和姨母交代，表示自己今天帮忙收熊回家，然后便转头走向了姐妹俩，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辉宝，之后连推带打的给其带到了通道门口。
打算强行给辉宝带回去。看得出辉宝此时还是抗拒，但是被爱宝压在身下，毫无办法，一动都动不了。辉宝虽无谋，但是体力明显充足，看到妈妈一放松警惕就跑了。爱宝见辉宝跑走了，走回去又将树上的瑞宝拖了回来。但是这次爷爷和姨母没有跟爱宝配合好，迟迟没有给爱宝开门。最后瑞宝和辉宝都从爱宝这里跑走了。不过宋爷爷看到后，为了表扬爱宝，给爱宝带来了一根大竹笋。爱宝此时坐在通道门口吃着竹笋，都还在催促姐妹俩赶紧回家，别让爷爷担心。爱宝真是越来越让爷爷和姨母省心了。看到今天韩国姨姨发的辉宝今天在园区的样子，恍惚间将辉宝看成了福宝。韩国姨姨的这个视频封面，辉宝和福宝的神似程度高达 99.9%。如果不是点进去后看到辉宝跑到了将爷爷刚种植的芋头苗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以为这个视频是福宝的小时候。反应过来才发现，瑞宝和辉宝原来已经长这么大了。辉宝对着芋头苗一通破坏后，转身跑去了妈妈身边。辉宝这2步路跑的也和福宝不要太像。辉宝跑到小木床上后，爱宝听见声音一下警惕了起来。爱宝让辉宝不要上来烦自己，辉宝不听，就是想黏着妈妈。爱宝从小滑梯上下来，一下给辉宝叼进了怀里。辉宝现在也到了最扛揍的时候，而当辉宝被爱宝拉起来的那一下，再次让我恍惚了。辉宝这一举一动明明就和福宝一模一样，同样的对妈妈的不服气，对妈妈的反抗。不知爱宝在和辉宝玩耍时，有没有一种莫名的记忆涌上心头。辉宝在妈妈怀里一通折腾，始终没有要认输的样子，甚至反给妈妈压在自己的身下数分钟。爱宝最后受不了辉宝的折腾了，一用力给辉宝从床上扔了下去。等姨姨第2次排队回来，爱宝去了室外园区玩耍，辉宝来到了小亭子上练习吃竹子。看辉宝这迷离的小眼神，看起来应该是很困了，但是辉宝就是不想睡，想要多玩一会儿。这时圣熙阿姨走了进来，来给爱宝收拾竹子，顺便还给辉宝带了一块巨大的胡萝卜。辉宝看到胡萝卜后，竹子也不吃了，立马抱起胡萝卜开啃。就在辉宝啃胡萝卜时，爱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辉宝听见声音后，立马爬起身走向了妈妈。今天辉宝居然在胡萝卜和妈妈之间选择了妈妈，而此时的瑞宝则坐在树上，一边默默地看着妹妹，一边吃着竹子。辉宝来到妈妈身边后，没有抢妈妈的竹笋，而是从妈妈身边捡了一片竹笋叶啃了起来。爱宝以为辉宝捡了自己什么好东西，还凑上前确认了一下，确认辉宝拿的只是竹笋皮后，便放心了。爱宝重新坐好，开始吃接下来的竹子。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熊猫界雄性大熊猫是不会去照顾自己孩子的，但对于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人来说，还是很震惊的。 사실은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원래 딱 짝짓기가 끝나면 바로 떠나버려요. 또 다음 짝을 찾는 시기에 虽然大熊猫很可爱，但雄性大熊猫却都宛如渣男一般的存在，育儿贡献度为0，来年再去找新伴侣。对于自己的孩子，更是连看都不看。不过对于圈养大熊猫，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尤其是乐宝，韩国只有爱宝，所以乐宝只能终其一人。 甚至乐宝自成年以后，除爱宝以外，都没有见过别的雌性大熊猫。而爷爷们为了培养乐宝的难得，还特意给乐宝准备了难得课，让乐宝学习认识自己的女儿。那就是爷爷们特意为乐宝剪辑了福宝的视频，给乐宝观看，并在旁边对其进行讲解。不过乐宝对其并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江爷爷还表示，虽然福宝一家都是圈养的动物，但他们也要和野生大熊猫一样，不能让其彼此见面。 乐宝是永远无法与福宝见面的，瑞宝、辉宝亦是如此。 러바오는 평생 푸바오를 못 보는 거예요? 그렇죠. 사실은 这次在节目中，宋爷爷还讲到，为什么在福宝小时候玩具不断。原来宋爷爷曾给自己立了 flag， 일주일에 한 번 정도는 꼭 해줘야겠다。 就这样，宋爷爷慢慢坚持下来，回头发现自己技术越来越精湛了。在遇见福宝一家之前，宋爷爷是没有手工制作玩具的，更别说这种大物件了。 宋爷爷表示，也是因为宝家，才让自己发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此时，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纷纷都从自己身边离开，心想：嘿嘿，爷爷和姨母都不跟我玩，这下就别怪我了。辉宝扒着小腹就往上爬，将爷爷小独木桥走到一半，感觉不对，回头查看，看到瑞宝离树顶不远了，紧急掉头又走了回来。这马上下班了，江爷爷也不想给自己徒增工作，因为自己一把年纪了，也不能像宋爷爷一样。 爬到树顶抱起妹妹，将爷爷赶紧抓住快要爬到树顶上的瑞宝，给瑞宝腋窝挠痒。瑞宝痒的受不了，只好爬了下来。瑞宝对爷爷讲：“你最好在这里陪着我，你要是离开，我就爬树上。”瑞宝这里分明就是吃醋了，不想让爷爷去找妹妹，只想让爷爷陪着自己。
瑞宝躺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爷爷按摩的样子，别提多安逸了。这从小喜欢上爷爷按摩的瑞宝，怕是以后回国了也戒不掉。而辉宝这里也有在享受按摩，不过圣希阿姨的按摩手法看上去就没有将爷爷按摩的舒服。圣希阿姨如果想让姐妹俩喜欢上自己的按摩手法，还得多加练习啊。不过对于辉宝来说，这就已经很满足了。辉宝从小就展现出了爸爸乐宝那一副不值钱的样子，只要有人陪自己玩，自己就开心的不得了。不过这同时说明辉宝是像爸爸一样性格开朗，更加亲人。而现在圣希阿姨也渐渐有了随时拿出手机给姐妹俩拍视频的习惯，随时记录姐妹俩可爱的瞬间，这样不仅可以把自己每周的视频内容做得更丰富，还可以给宝家粉丝们分享一些瑞宝和辉宝平日里的细碎小事儿。这时瑞宝也享受的差不多了，将爷爷先抱起瑞宝给其带回了家。此时瑞宝对于回家也没有了怨言，因为该享受的都享受了，回家再去喝点盆盆奶，又是美美的一天。而辉宝这里不想好好走路，就这样一直抱着姨姨的大腿拖着走，屁股都快磨出火花了。辉宝真是把爸爸的搞笑基因一点不落的全遗传过来了。昨天瑞宝被宋爷爷送的三叶草花束吓到的样子登上了韩国的热搜，姨姨们纷纷替瑞宝声讨，表示瑞宝这不是害怕，而是瑞宝比较聪明，对陌生事物的敏感，本能的警惕。昨天下午，宋爷爷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来了自己亲手编织的三叶草花束，这是宝家每年季节性的小仪式感。三叶草花束的出现就预示着宝家的生活开始进入夏天了。而此时的辉宝正在树上睡觉，只剩瑞宝在树下。瑞宝面对着第一次看到的三叶草花束，显得很是小心，盯着三叶草花束看了半天都没有往前走，直到看到宋爷爷过来，心里这才有了一些安全感。辉宝看到有爷爷在，应该问题不大，走上前观察了一下自己好奇已久的三叶草花束。不过瑞宝闻了一下，转头就走了，看来是瑞宝对三叶草花束有兴趣。之后宋爷爷拿着三叶草花束走向了总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辉宝。辉宝看到了爷爷拿来的新的小玩具，伸手就接了过来。辉宝握着三叶草花束放在鼻子上仔细的闻了闻，虽然平时辉宝大大咧咧的，但关键时候辉宝总能够给人提供一种莫名的安慰，就像是别人都不喜欢你做的东西时，唯有他站出来捧你的场。而这时瑞宝看到妹妹和爷爷玩得这么开心，吃醋了。瑞宝抱着树干直直地爬了上去。宋爷爷在辉宝这里得到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后，回家去给姐妹俩拿来了盆盆奶，打算给姐妹俩吃晚饭了。宋爷爷默默坐在小木床上，打算等姐妹俩自己下来，但宋爷爷越等越不对劲，感觉姐妹俩都快在树上舒服的睡着了。宋爷爷走上前，打算给瑞宝和辉宝抱下来，不过这次就连一向乖巧懂事的瑞宝都不听爷爷的话，抱着树干不想下来。而旁边的辉宝则坐在一旁高高的树杈上看热闹。辉宝知道姐姐不先下去，爷爷是没办法抱自己的。宋爷爷用笑容掩饰着自己的尴尬。等宋爷爷折腾半天从树上下来时，已是满头大汗。宋爷爷之前不是很爱笑吗？现在怎么笑不出来了？姨姨听说今天福宝将会营业一整天，而且是福宝最后营业的第4天，以及今天还是韩国的工作日。姨姨趁今天人少，来到了爱宝乐园看福宝。等明天休息日时，想必人就更多了。但姨姨来到爱宝乐园时，发现这人流量并不如姨姨所想，或许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都扎堆在了今天。有些姨姨看到这场面都懒得跑了，直接是冲着排队去的。姨姨到达园区时，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玩耍，不冷不热的天气让福宝在园区逛得很开心，而乐宝则正在室内园区。乐宝正在往家走去，经过乐宝这几天对园区的破坏，这让之前的童话园区也渐渐开始向福宝峰园区发展。下午福宝在室内营业时，宋爷爷为福宝制作了竹子胡萝卜寿司，甚至还细心的为福宝制作了筷子，表示福宝作为中国大熊猫，吃饭当然要用筷子。宋爷爷想得很是周到，而现在宋爷爷所做的这些，想必等福宝回国后也会记得吧，毕竟回国后都会吃中餐，从精致寿司变成馅料十足的竹子包饭或是竹子夹馍。除了竹子寿司以外，宋爷爷还为福宝制作了一个大号的竹子飞机。这时福宝正在树上睡觉，宋爷爷对福宝吃剩的竹子稍微的进行了收拾。宋爷爷收拾完竹子后，将自己制作的小飞机递到了福宝的手上。此时福宝已经醒了，福宝接过爷爷给的竹子飞机，将其拿起来仔细查看。大熊猫观察事物，首先就是放在鼻子上嗅一嗅。福宝拿着小飞机观察的样子，恍惚间让人感觉福宝真的就是一个小孩。
宋爷爷拿出手机记录着福宝玩耍自己亲手制作的竹子飞机的模样。等福宝走后，宋爷爷拍摄的这些视频都是对福宝的念想。等以后想福宝了，宋爷爷就可以拿出手机看看给福宝拍的这些视频。想必对于宋爷爷来说，手机里面福宝的每一个样子都能使自己回忆起当时给福宝拍摄时的画面。在姨姨们为了看福宝而给爱宝乐园挤得水泄不通时，饲养员们并没有只将注意力放在福宝身上，隔壁的乐宝也享受了同样等级的对待。昨天爷爷们给乐宝扛来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吃过竹子后的乐宝围着园区转了一圈，然后来到了小泳池里。不知是不是乐宝感觉天气开始变热了，乐宝坐在泳池里想给自己降降温，顺便还可以洗个澡。乐宝这个样子像是在东北的大洗澡堂里泡澡一样。昨天姨姨一共排了2次队，第2次来时，福宝正在室内园区。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竹子寿司，里面的是胡萝卜馅的。福宝抱着竹子寿司啃咬着，福宝想只吃里面的馅儿，不想吃竹子。福宝对着竹子寿司舔来舔去。而这几天姨姨们为了多留有福宝的一个念想，爱宝乐园里面的周边都被卖断货了，将爷爷等饲养员都被调来帮忙干搬运了，而排队结账的队伍更是排了老长，这让姨姨对福宝不舍的痛全撒在了购物上。昨晚宋爷爷来到园区，又来和福宝近距离接触了，福宝任凭爷爷对自己抚摸，没有丝毫的抵抗心理，这让姨姨看了心里暖暖的。同时宋爷爷还给福宝送来了一个小飞机，福宝抱着爷爷制作的小飞机啃咬着，表示爷爷制作的小玩具总是这么好吃，而且还很漂亮。福宝很喜欢爷爷制作的这个小飞机，而爷爷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心里也很开心。福宝给爷爷提供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而想必留下牙印的竹飞机会成为爷爷的珍藏品吧。而这2天福宝的心情一直都很好，像是在跟姨姨们说，让姨姨们不用太担心自己，就连吃个窝头都开心不已。等爷爷给自己开门时，福宝这小模样更可爱。福宝躲在通道门口，小脚给自己挠着痒，简直要萌坏姨姨了。江爷爷在新的一次采访中被问到，现在和女儿的关系怎么样了？女儿现在还有没有在吃福宝的醋？不过现在福宝马上要离开了，相信江爷爷的女儿们更多的也是不舍吧，因为福宝和江爷爷也是相互成就的。因为有福宝，所以江爷爷现在在韩国很出名，而因为有江爷爷，所以福宝这3年来过得都很幸福。江爷爷解释道，为什么会有女儿吃醋的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一次在节目中，自己精准的说出了福宝出生的时间具体到了几分几秒，以及出生时的体重。当时自己的女儿看到节目后，就问江爷爷知不知道自己的。当时江爷爷一时也懵了，表示自己当时连自己女儿是上午出生还是下午出生的都有点模糊不清了。这次节目中，江爷爷还分享到，福宝的行为和动作就像是一个慢慢变独立的小孩，比如福宝小时候自己慢慢学会走路，甚至有时还会站立行走，当身体不稳时，还会学着将身体靠在墙上辅助自己站立。爷爷表示，福宝是自己让自己努力变优秀的，不过福宝的独立也并不是因为爱宝的冷落，反而是爱宝比较懂得如何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江爷爷表示，爱宝培养孩子注重于让其独立，有些事情想要让孩子自己独自去试一下。江爷爷进一步解释道，就比如当一件事情自己可以完全独立去完成，但这时却被人莫名的过来进行帮忙，这样就会对其进行依赖，导致自己就会在这一件事情上缺少了对其独立完成的自信和独立心。而爱宝就深知这一点，爱宝做的就是在一旁默默的看着，这是爱宝对福宝的信任，这一点也是值得人们去向大熊猫学习的地方。